嘿，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直接切入正题。你想想看哦，我们人类的眼睛演化了几百万年，对吧？原本是设计来眺望远方，适应日出日落的自然光。可是呢，在短短这几十年内，我们变成每天强迫双眼整整12个小时盯着30公分外那个发光的方形小荧幕。白天办公桌前盯8小时，通行时手机滑个不停，好不容易回到家，睡前绝对还要再追个剧嘛。听起来是不是超有既视感？这其实代表我们正在用前所未有的方式疯狂考验我们的双眼。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拆解，在这个数位时代里，我们到底该怎么靠精准的光学管理，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不至于把眼睛给彻底搞坏。你是不是也常常经历那种经典的数位宿醉？这是明明身体已经累到不行，眼睛又干又胀痛，结果关上灯躺平后，大脑却像上了发条一样异常清醒，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你可能想说，喝杯热牛奶或是听个轻音乐就会好，但其实这个时候你的大脑还深深以为现在是正52点呢。这真的不是你的错，而是光线正在对你的大脑发出严重的错误讯号。为了对付这个问题，很多人会拿手边现有的工具来救急，但往往用错了方法，反而越弄越糟哦。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一部分，一起来看看大家最常犯的错误解决方案到底有哪些。说到错误方案，我们一定要拿大家最常误用的2种工具来比对一下。首先是一般眼镜，不管你是单焦点还是多焦点，它的核心任务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屈光矫正，也就是帮你解决近视、远视或老花，让你看清楚而已。但它的镜片是完全透明的，对光线可以说是毫无防护力。这就像是你拿一片薄薄的纱窗，想却挡住外面的狂风暴雨一样，对荧幕强光根本无济于事啊。那另一派人就异想天开了，觉得荧幕太刺眼是吧？那不如戴上太阳眼镜。拜托先别冲动，太阳眼镜的设计是为了挡户外紫外线跟强烈日光的。如果你把它拿来室内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主意。为什么说一般透明眼镜没用呢？因为我们的荧幕会疯狂散发出波长落在380到500奈米之间的高能量短波蓝光。一般的透明镜片对这个波段的光根本就是不设防，让它们大摇摆摆地走进去。所谓的高能量，就代表这种光线一进到你眼睛里，非常容易发生散射。为了看清楚这些一直散开的光，你的眼部肌肉就必须疯狂加班，不断重新对焦。这也就是为什么盯荧幕久了，眼睛会超级紧绷酸痛的原因。这些高能蓝光长驱直入，不只让你视觉疲劳，甚至还会把你的生理时钟搞得一团糟。那戴太阳眼镜呢？其实太阳眼镜的透光率通常非常低，大概只有8%到43%左右。这在户外大太阳底下当然是很棒的保护。但如果你是在室内戴着它看荧幕，情况就完全走钟了。这感觉就像是你硬要跑到一个昏暗的洞穴里面看书一样，因为周遭实在太暗了，你的大脑会直接下令，强迫你的瞳孔不自然的异常放大，想办法去吸收更多的光线。这边就是最关键也最让人意外的地方了。你原本只是想用太阳眼镜把荧幕变暗，但实际上这反而会加速眼睛疲劳，甚至把你推向更大的光学危险中。为什么？因为瞳孔一旦放大，就会让更多从荧幕边缘露出来的有害光线直接灌进你的眼底。不仅这样哦，过低的亮度会让你看荧幕超级吃力，你眼睛里的睫状肌必须无时无刻使命紧绷才能对焦。想象一下，这就像是你连续好几个小时紧紧握住拳头，完全不放开，肌肉绝对会酸痛到爆炸，对吧？这真的是本末倒置了。既然这2招都不行，那我们进入第2部分，来揭晓蓝光防护的真正解方。没错，既然一般眼镜跟太阳眼镜都没测，这就轮到今天这份解析的真正主角出场了，也就是抗蓝光眼镜。它的底层科学技术完全是另一个层次了，里面的魔法就在于选择性过滤。
抗蓝光眼镜不需要像太阳眼镜那样很粗暴地把整个世界变暗，它透过基材吸收或是表面镀膜反射的先进技术，运作得非常精准。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位超聪明的夜店保镖，这个保镖会精准地把来捣乱的坏客人，也就是有害蓝光，挡在门外。但同时呢，又热情欢迎好客人，也就是有益的可见光留在场内。这让它的透光率能维持在80% 以上，确保你的视野依然明亮清晰，完全不会有那种在室内戴太阳眼镜的昏暗感。那这位聪明的保镖死盯着的目标是谁呢？正是这段落在415到445奈米之间，对我们眼睛负担最大的高能蓝紫光。这种超级狭窄又精准的波段拦截，对比前面我们提到那些随便乱减光的做法，简直是科技上的一大跃进啊！透过这种精准技术，抗蓝光眼镜完美补足了一般眼镜跟太阳眼镜的缺点，在室内数位环境下做到只过滤伤害，不过滤清晰度。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部分，这也是最实用的日夜分流防护策略。了解了科学原理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们需要建立一套从早到晚的光线管理框架。因为说真的，白天和夜晚，我们眼睛的需求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这份资料提出了一个超级实用的2阶段策略哦。在白天，我们主要面对的是办公室日光灯和电脑萤幕，这时候你需要的是透明或浅色的镜片，阻隔率抓个10%到25%就好，主要用来减少眩光，降低疲劳。但是当夜幕低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换上阻隔率高达30%到70%以上的琥珀色镜片了。这个时候，重点就变成保护褪黑激素分泌，维持你的生理时钟。我们现在就来把这2个策略拆解开来看看。白天策略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清晰跟舒适。对于上班族或设计师来说，看东西有严重的色偏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吧？所以白天用透明的抗蓝光镜片，刚好帮你滤掉一小部分最刺眼的蓝光，减少萤幕眩光。同时呢，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搭配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看萤幕20分钟，就看20英尺外的地方20秒。顺带一提，转头死盯着老板看是不算数的哦，你要看更远的地方，让眼睛真的放松啦。这套组合拳绝对能大幅减轻你白天的眼睛压力。不过到了晚上，抗蓝光眼镜真正的医学价值才正要发威。在睡前2到3个小时，请换上高阻隔率的琥珀色镜片。听好咯，这不单单是为了让眼睛舒服，这其实是一种超酷的生物骇客技巧。这是一种物理干预，目的就是要去欺骗你的大脑，帮它创造一个虚拟的人工黑暗环境。意思就是说，就算你睡前还在滑手机，你的大脑却会被骗，以为太阳已经下山了，然后就会乖乖开始准备进入睡眠状态。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欺骗大脑这么重要？因为当夜晚萤幕的蓝光直射进眼睛时，它会强烈刺激视网膜里一种叫做 iPRGCS 的特殊细胞。你可以把这个细胞当作是大脑内建的日光感测器。一旦这个感测器被萤幕光激发，它会立刻跟大脑通报说：“嘿，醒醒，现在还是大白天哦。”于是大脑就会强制刹车，停止分泌那些能帮助我们入睡的褪黑激素，最后就导致你明明身体快累垮了，却彻夜难眠的数位型失眠。而夜晚专用的琥珀色镜片，就是精准用来一刀切断这个错误讯号的秘密武器。总结来说，懂得去区分，而且正确使用这些光学工具，绝对是你夺回视觉健康跟睡眠主控权的最关键一步。就像资料里提到的，这不单单只是一副眼镜，它更是你在这个数位世界里的防护罩，同时也是你的生理时钟调节器。透过精准的光学管理，我们不仅能在高强度的萤幕工作中保持舒适，更能确保大脑在经历了一整天的资讯轰炸之后，可以有效率的准时地关机休息。
俗话说得好，知识就是力量，但真的要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当你现在已经清楚知道光线是怎么深刻影响我们的疲劳感跟生理时钟之后，我想请大家问问自己，今天晚上当你再次面对萤幕的时候，你是要任由这些数位光线继续绑架你的睡眠，还是你要运用今天学到的策略，主动把光线的控制权给夺回来呢？希望今天的深度解析能为你的数位生活带来真正的改变。我们下次见啦，拜拜。